为了保护全家，不得已替姐姐嫁人，不料在路上喜轿被拦截，拦截者竟是正是他未来的新郎。这位新郎不但未换喜服，还当众拔剑刺向喜轿。女主扮演的是府内庶出的严杏，她是家中的第6个孩子，人们都叫她严六娘。从小跟随刑部重臣学习，学会了一身破案技能，现任职于刑部。男主是内卫府的大官格林沈铎，大家称他为白无常。他最近解决了一个涉及100名孩童失踪的案件，因此太皇太后赐给他一门婚事。严杏在山中采药验毒，由于药草难觅，幸亏树上有少年帮忙，少年还赠给他一些多余的药草。两人正准备下山，没想到遭到士兵的围堵。原来最近有刺客在山中射箭，目标是参加祈福仪式的官员，因此当时山中的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祈福地。为了找出刺客，来忠诚给大家限时1炷香，若无人自首就格杀勿论。关键时刻，严杏主动请缨验尸，并承诺能找到凶手。验尸后，他推断出凶手可能藏匿的地点位于西北方山峰的树上，因此确定其他山民不可能是刺客。他请求释放那些无辜的百姓，而来忠诚坚持在找到刺客前不释放任何人。这时候一直沉默的沈度开口了，他建议放出他养的斗犬来试试。几只凶猛的狗被放开后，疯狂地冲向人群，把百姓们吓得魂不附体，到处寻找藏身之处。现场一度完全失控，直到一些擅长攀爬的人逃到高处，沈度这才命令停止。显而易见，刺客就藏在高处。在这几个人中，白忠诚准备立即执行几个人，严杏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恳求多给一点时间，他保证能找到真正的凶手。沈铎给了他3个时辰，如果3小时内查不出来，严杏将与他们一同受死。严杏排除了几个不可能是凶手的人，最终剩下2个最可疑的人，其中一个是之前给严杏草药的少年。在最关键的时刻，凶器终于被发现，严杏从2人握弓的手势以及他们手上的剪痕，准确地锁定了凶手。然而这突如其来的真相让凶手极度恼羞成怒，他一把抢过剑，并将严杏作为人质。沈度冷静地说，既然人赃俱获，不需要口供了，准备射击。沈度冷酷地说出这番话，但在细微的动作中向严杏传递了一个微妙的信号。严杏领会后及时拿出药物，迅速扔向凶手的眼睛。沈度趁机猛击其头部，成功制服了凶手。严杏离开时不停回头看沈度，这一幕让景陵大吃一惊，感叹他竟然对沈度一点也不害怕。第2天，严府收到了皇帝的圣旨，命令严家的女儿和沈度3天后结婚。严家的3小姐是出了名的才德兼备的淑女，严采薇的母亲泪流满面，辛苦培养的女儿却要嫁给一个未知的命运，对女儿的未来感到忧虑。相比之下，严杏的母亲则在心里暗自庆幸，因为严杏是庶出，平时不太受关注，因此躲过了一劫。然而世事难料，第2天，严采薇和一个书生偷偷私奔了，严府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他。而第3天就是婚礼，迎亲的队伍已经到了严府门前。严阔深知违背圣旨的后果，他匆忙处理家务，解散了仆人。面对家人的绝望，严杏决心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了保全家族的安宁，穿上喜服代替私奔的姐姐出嫁。不料半路上新郎官竟当街拔剑刺向他。沈度并不想结婚，之前的新娘都被吓跑了，他没想到今天是严杏替姐姐出嫁，2人似乎是天生的冤家。这场婚事是太皇太后的旨意，沈度也不敢违抗圣旨，他威胁严杏很快就会让他无路可投。严杏带着不安的心情走进沈府，府内不但没有一点婚礼的迹象，院子里还挂着白灯笼。沈家给人一种诡异阴森的感觉，管家脸色惨白，让严杏和陆垂垂感到舒服，心里挺高兴的。管家解释说，根据新人的生辰八字，今天府内不宜张灯结彩。待严杏和陆垂垂进屋后，下人才开始布置婚房，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场婚事不会成，所以府内没做接亲的准备。陆垂垂还听说沈度送给严家的礼物都不正经，没有一件像样的。严杏却更加固执，沈度不愿娶，她偏要嫁给他。沈度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对严杏的态度很差，甚至威胁他说，院子里从没见过乱跑的礼位，新娘如果不想意外受伤，比如断腿或是断臂，就得记住规矩。严杏不但不害怕，还故意挑逗说，老公说的对。沈度不屑一顾，一把抓住严杏的手腕，嘲笑他还想挑逗他，逼得严杏不断后退。但下一秒，严杏一个没站稳，抓住沈度的衣服，2人一起跌倒在床上，气氛突然变得微妙又紧张。沈度冷冷地告诫严杏，有3件事不要妄想：第一，别想成为真正的夫人，我们之间名存实亡；第2，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我知道张相为何派你来；第3，别指望在沈府安稳生活，你并非我心甘情愿的妻子。严杏感到失落，沈度摔门而去，留严杏一人在不安中。第2天一早，陆垂垂来找严杏，因为在西林寺的竹林里发现了2具尸体，尸体情况非常怪异，
严信是行不的，他匆忙为换衣便出发，和陆垂垂一起赶往西林寺。严信检查尸体后发现，这两人都是因心脏被挖和失血死亡。女子的脸被划天气又热，尸体没有腐臭味，反而散发出药材的香气。这时徐帅告诉严信，他们已经查清楚，死者是员工部梁侍郎的长子，女子是平康坊的歌女。这时男子的家人也接到消息赶来，梁大夫人得知男子中毒，是滴水观音，二话不说，对一个男子猛地一巴掌。严信为揭开真相，独自一人仔细勘察尸坑。不久，沈度也到场，他责怪严信不在家待着，反而跑到镇上。但严信认为自己虽然嫁入沈家，仍需履行自己的职责，调查命案正是他的责任。沈度也是来调查案件的，他正苦恼于无法确定案发时间。这时严信准确地指出是4月15号。沈度半信半疑，严信是根据土坑分析的，坑边的泥土松散，坑底的泥土紧实，这是雨后土壤的特征。上次下雨正是4月15日。沈度内心认为严信的分析有理，但他口头上却说他不过是个无关品的普通人，他昨天刚刚出嫁，今天就应该跟他回沈府，好好学习怎样承担责任。大格林府的婚事匆忙，现在整个襄安都知道大格林不喜欢六娘，偏巧的是我六娘也不太看重你。大格林沈度不高兴，强行抓住严信的胳膊，并把他扔到马背上。就这样，昨天结婚，沈度还当街拿刀威胁夫人，今天就当众上演了这出新婚戏，展示着恩爱如初的戏码。本来两人是要回府的，路上接到宫中命令他立刻前往西明寺处理梁府的命案，保护梁家二房的梁晨玉。沈度只好带着严信前往梁府。然而就在沈度去找梁府二房家主时，严信悄悄脱离了警民的监视，跑到了二夫人的院子里。在一片草地上，他意外地发现了一株滴水观音。这时梁二夫人突然出现，她神色紧张，骂儿对严信靠近表现出极度敌意，直接将严信推入水中，他自己则紧抱滴水观音离开，留下严信在水中挣扎，大声呼救。原来严信是来梁府调查案件的，却被精神恍惚的梁二夫人推下水。她的丈夫得知后赶来，却没有立即救她，反而拔刀指向她。看着严信在水中挣扎求救，沈度终于心软，救了她上来。晚上回到沈府，管家安排他今晚睡在主房，但前一天严信与沈度刚结婚，管家却说主房不宜作为新房，可能会招致不幸，于是将他安排在西厢房。管家解释称大师已经解决了问题，让他安心住在那里。严信还是更想回西厢房，毕竟那样他就不用与沈度同住。这时沈度突然出现，说他没有选择，还警告说如果想死可以离开沈府。严信思考了一下，说那就住吧。吃饭时，管家提醒严信沈度还没动筷子，严信不在意，因为他饿了。他一边吃饭一边谈案子。他对沈度说，今天把他推下水的正是梁家二夫人，当年他的儿子因为中了滴水观音的毒而死，但他把那盆毒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大房的梁晨仲也中了滴水观音的毒，真是巧合啊。沈度没有回答他，只说了3个字食不言。严信急忙吃了几口，然后说他吃饱了。沈度随后向他说明，太皇太后把梁晨仲的案子从刑部转到内务府处理。严信这才明白，太皇太后想要平息这件事，因为梁家是朝中重要的臣子，公主的图画都是梁家出的。二房的梁晨曼突然暴毙，梁晨仲也突然死了，如果这牵扯到家族恩怨，梁家的技术传承会受影响。沈度说他还算聪明，梁家二房不能被关进监狱，除非他想对抗太皇太后。但严信认为真正的凶手可能不是梁家二房，梁家二房和梁晨仲有仇，但凶手只是将歌姬的脸划破，每一刀都划到骨头。沈度不让他调查这个案子，但严信说如果他非要调查呢？沈度冷笑，然后只是轻拍桌子，一只筷子从严信颈侧飞过，稳稳地插进柱子里。要么保命，要么成为一个不会说话的死人。严信很生气，他拔出筷子拍在桌子上，说要和沈度赌一把，让他去查，如果凶手真的是梁家三郎梁晨玉，即便沈度赢了，到时候他会主动要求离婚。如果他查出了真相，3个月后两人再分手。最终沈度答应了他的赌注。到了睡觉时间，两人第一次一起睡同一个房间，气氛既微妙又尴尬。严信二话没说，穿着衣服直接上床躺下。沈度对此很无语，因为他有洁癖。严信却若无其事地说他在家也是这样，还让沈度试着适应一下。沈度想了想，竟然也躺到了严信旁边，说确实需要适应一下。他还故意翻身慢慢靠近严信。严信趁机起床，而沈度的第一反应是整理床铺。看沈度这么爱干净，再看看一旁的蜜饯，严信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端起一盘话梅，边吃边扔，还故意扔到沈度的床上，嘴上还夸沈府的蜜饯很好吃，说着还邀请沈度尝一个。沈度被气得快要爆炸，他瞪大眼睛怒视严信，仿佛要把他撕成碎片，但最终还是心软了。
韩管家进来把被子全部换掉，最后严信改变了床位，两人那晚分开睡了。第二天，严信和陆锤锤一起到了通明馆，去找房主了解具体情况。面对邝崭新的去世，房主显得很悲伤，但严信和陆锤锤一离开，他立刻露出真面目。徐帅也发现了，自从邝崭新事件传开后，平康坊附近的坊主报告了10几起失踪事件，17个姑娘刚报失踪，已经找回了15个，还有2个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踪的歌妓不是头牌，但她们都是有契约的，都精通琵琶。从失踪女子的画像来看，她们长相虽不同，但表情极其相似。沈度偶然遇到严信，他和徐帅一起走在街上，心里有点不高兴。沈度立刻讽刺严信，指责他不忙于调查案件，而是在这里闲聊。严信说他正在和徐帅讨论案情，但沈度并不看好徐帅。当他们争吵时，一个侍卫来报告说梁家2房被大房人淋了鸡血。梁二夫人变得更疯狂，梁三郎决定坦白，他竟然投案自首了。同时殷王紧急召见沈度，殷王见到沈度是想提醒他，梁晨玉入狱并不是太皇太后的意愿，太皇太后并未只是深入调查此案，而是要求他确保梁家2房的安全。沈度回应说现有的证据不足，还不能下定论。没想到殷王殿下借题发挥，警告沈度不要忘记他的身份。为了避免与男子共骑一马，提议与男子的随从共骑，本想拒绝，但严信已经紧握马鞍准备上马。景林见状急忙从马上跳下，等严信准备好之后，景林只好说他来牵严信的马，这让一旁的沈度不高兴。他瞪着景林说再这样闲聊就罚他半年的工资。景林一脸错愕和无奈，随后几人前往内务府检查从尸体上取下的物品，通过衣物上的花样进行分析，判断凶手首次作案是6年前，因为那是锦绣坊当年的特制花样。后来锦绣坊因罪被查，没人敢再穿锦绣坊的衣料出门，可惜他们的案子还没调查清楚。来罗之在狱中告发，称沈度办案不力，太皇太后于是召沈度进宫。严信得知后，模仿沈度的笔记写了一份奏折，希望能帮沈度摆脱困境。太皇太后指责沈度迟迟未能破解梁家的案件，来罗之在旁边添油加醋，太皇太后非常愤怒。就在这时候，沈度的儿时好友徐婉拿出奏折递给了沈度，还暗示性的给了沈度一个眼色。沈度会意，声称牵牛卫突然来抓人，他正忙着整理案情。太皇太后看过奏折之后，得知沈度已经找到了线索，梁家和西明寺的许多线索，随即命令他继续深入调查。沈度因此脱险。事后沈度感谢徐婉的帮助，而徐婉却笑着说他应该感谢的人还有其他人，还夸沈度娶了个贤妻。晚上回到沈府，看到沈度平安无事，严信终于放心。第二天内务府已查明西明寺12位死者的身份，他们全都是男性，属于同一氏族。女尸原来是失踪的月妓女子。严信发现这些女尸身上的金饰有问题，普通的月妓女子不可能轻易拥有这么精致的金饰，于是他和沈度前往最大的碧江金坊进行调查。沈度让店员把最好的发簪展示出来，严信在店员面前撒娇，让沈度买些好看的给他，还说等老板来了要看镇店之宝。这时店长才出现，他认出了沈度，态度非常客气。沈度也认识他，他是殷王身边的杨长侍。沈度拿出一些女士金首饰让他辨认，杨长侍确认了其中部分是他们店的货。沈度要求他提供买金饰的人的名单，他开始找借口不想提供，直到沈度告诉他，若在内务府办案中隐瞒事实，后果需要他自己承担。杨长侍这才答应去取账本。在等待期间，沈度挑选了一枚发簪，亲自为严信戴上。严信惊喜交加，一时间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沈度是要送给他的。沈度叹了口气，随即掏出银子让他放心。拿到账本之后，严信开始专注分析购买金饰的人的名单，而沈度却一直在看严信的发簪，直到严信注意到他的目光，沈度尴尬地移开了视线。严信感慨那些买首饰的男士们为了女性的一个笑容真是不惜一切代价，想到沈度才送他那昂贵的发簪，两人之间立刻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尴尬氛围。看账单，金坊很多发货都标为宴送，金坊经常举办宴席，邀请城里有权势的女性，很可能是送给了他们。而杨长师是殷王的亲信，难道他们通过宴席想要拉拢那些大官家的女眷，再通过这些女眷了解各家的想法和动态？沈度点头表示同意。次日殷王召见严信，严信等了足足2个小时，殷王才来见他。严信等的腿都麻了，跪拜殷王时差点摔倒。殷王不仅不理解，还警告他查案就好，别的别管。说完走到严信身边，粗鲁地拔掉严信的发簪，说沈夫人这么聪明，应该能懂他的意思。说完又狠狠地把发簪插回严信的头发，良禽择木而栖，你丈夫没教过你吗？
这时候侍女进来报告说沈度前来接夫人。沈度进屋看到严信还在跪着，脸上明显不高兴，说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夫人处理。沈度看到严信因为疼痛而颤抖，眼里满是心疼，他扶起严信，严信摇摇晃晃的慢慢站起来，但仍然无力，结果摔倒在地。看着严信难受的样子，沈度心痛如绞，他愤怒地看向殷王，然后不顾一切地抱起严信，决然离开。在回沈府的路上，沈度关心地问严信有没有受伤。严信忍着疼痛摘下发簪，发现殷王已经伤到了他的头皮。沈度递上手帕，严信则用衣物简单的擦拭了一下，然后又带回了发簪。沈度心里有些失落，但还是关心的问殷王有没有逼他吃什么，有没有中毒。严信以为沈度的关心只是表面功夫，认为在马车上别人看不到，不需要那么做到了。沈府下马车时，沈度又主动伸手想帮忙，严信看了一下，还是自己下了马车。沈度有点生气，严信却说人啊，不能总指望别人帮忙，能自己做的时候还是自己来。这一幕让锦麟和沈度都感到无奈。随后严信看到树后有人躲着，锦麟也认出来是严府的仆人。他遵从严阔的命令，提醒严信回娘家的事已经拖了好几天，严信只好匆匆答应。沈度偶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第二天，严信自己一个人回了娘家，四姐嘲笑他哪有新娘嫁出去还自己一个人回娘家的。严信的母亲也回了原厂，说他忙完了会过来。严信没接他的话，老五却说话冒犯，批评严信尖酸刻薄，说他没有女人味，还说如果他是严信的丈夫，宁愿天天去烟花柳巷，也不愿见他。正当两人争吵时，沈度突然出现，让大家都吃了一惊。沈度一进门就站在严信这边，公开称赞他是好夫人，明显的表现出他的支持。严信和他母亲忍不住偷笑。沈度还说严信今天回娘家是为了感谢严家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如此聪明绝顶的女子。这番话一出，戴夫人和四姑娘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沈度随后命令侍卫带来厚礼，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沈度还特意准备了精美的礼物送给岳父，还带来了御赐的紫笋茶。送完礼后，沈度留下来与严家人共进晚餐。饭后，严阔私下找到严信，张香已经多次提醒他，如果他交代的事情做不好，严家可能会遭遇不测。为了给张香一个交代，严信悄悄去沈府找信鸽。他刚到鸽笼，几只凶猛的恶犬开始咆哮对峙。沈度得知严信前往鸽笼，非常生气，认为他是张香安排的内奸。这时管家将沈度吩咐准备的帷幔带了进来，送到面前。他对严信说，这是西城的特制面料，能有效遮挡光线，是沈度特意让人准备的。沈度突然拔刀将帷幔一分为二，带讽刺的口吻说，这用来练刀正好。严信心中极度失落，他不明白沈度的情绪为何如此反复无常。第二天一大早，沈度没有等严信，就自行前往档案室。严信于是回到刑部，开始做起了清洁整理的工作。刑部无主虽口头上说着不愿担待，却故意到处乱跑乱裁，给严信带来了麻烦。幸好沈度请回严信的师傅，帮助内务府破案。多亏了师傅的关系，严信再次前往内务府。在师傅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推算出西林寺所有死者的真实死亡时间都是在每年的开阳日，下一次开阳日将在3天后到来。为了能尽快抓到凶手，在开阳盛会的那一天，严信将自己装扮成已故女子的模样。擅长琵琶的乐伎无主，他装扮成一个对乐伎情有独钟的男人，以此吸引凶手的注意。那天太皇太后亲自巡游街道，沈度负责全程护卫保护严信的任务便交给了景宁。严信登台表演时，故意换上了一套清爽的衣服，他的优美舞姿和悠扬的琵琶音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迅速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一曲演毕，赢得了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严信换回衣服，一名黑衣人从他身边走过，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令人沉醉的香气，不自觉地跟随那黑衣人前行，被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当严信醒来时，他亲眼看到黑衣人杀人，凶手十分狡猾，拒绝摘下面罩，声称他杀的都是罪有应得的人。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对严信下手，是在等他体内的血液凝固，这样挖心时不会流血。严信声称自己是大阁领的夫人，如果凶手敢杀他，沈度绝不会放过他。凶手认为即便不杀他，沈度找到他同样不会手软。严信说他可以为凶手求情，她与丈夫感情深厚，这在整个孝安城都众所周知，他一定会听他的话。听到这话，杀手回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他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他紧紧握住严信的脖子准备下手。就在这紧要关头，沈度和景麟及时赶到了，他们制服了凶手。沈度急切地把严信抱进怀里，严信流泪了，他感激地说谢谢他及时赶来。沈度命令景麟揭下凶手的面罩，没想到
到面具下是一个他们都认识的人。严信正想询问他，却因体力不支晕倒了。等他再次醒来，发现好闺蜜陆垂垂正在他身边。得知凶手拒绝认罪，严信急着非要去看看，因为他知道怎么让凶手开口。太皇太后亲自到内务府审问凶手，凶手是一个忠诚的遗孀，并且与英王关系密切。太皇太后询问英王是否知情，英王承认与唐代夫人有交往，但对凶手的行为一无所知。在太皇太后的追问下，唐代夫人坚称自己未曾伤害无辜之人。这时严信赶到，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杀手所杀的女子很可能与他身边的人有过感情纠葛，询问他在开阳日是否受到了什么刺激。凶手矢口否认。这时严信让人送来了画像，并透露又发现了2具尸体。在严信的追问下，唐夫人哭诉，这不是她丈夫的错，是人仙对她不利。画中人是唐夫人的初夫。唐夫人接着说，她年轻时妹妹被绑架，一直盼望重逢妹妹，变成了一个弹琵琶的歌女。她发现妹妹和她丈夫有染，她想给妹妹一杯毒酒，不料丈夫误喝了那杯毒酒，不久妹妹也消失了。最终在墓地里找到了妹妹，他们俩还紧紧相拥。从那以后，她彻底崩溃了，所以一见到与妹妹相似的人，就将他们杀死。最后太皇太后命令沈度保全她的尸体，谁料唐夫人突然撒出一包药粉，转瞬间她自焚起火，市井林及时用水扑灭了火，她才未丧命。案件告破后，太皇太后将严信召入宫中，对他的断案能力颇为赞赏，询问严信想要什么赏赐。严信所求的是一个权益，希望女官能像男官一样办案。太皇太后也认同女子不逊于男子，随即宣布6部的女官将享有与男官同等的权利。严信刚离开皇宫，徐响人找到严信，说他一直在调查滴水观音毒案，最终查到通明馆的坊主荣追那里。原来荣追与梁继仁之间有私情，荣追还怀上了梁继仁的孩子。梁承仲好色又好赌，总是逼着他爸要钱，如果不管制一下家产，会被梁承仲挥霍光。而且荣追也怀孕了，所以梁继仁决定牺牲大儿子来保护还未出生的孩子。他与荣追合谋毒死了梁承仲、沈度，随后也去大牢找梁继仁。沈度的父亲当年被定罪的罪名之一是被指控偷了兵器图，并泄露给敌国那张兵器图是梁继仁的弟弟画的。沈度开始怀疑梁承仲可能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才会被杀害以灭口。梁继仁起初不愿意说，还想跟沈度讲条件，沈度直接拔出刀，一挥之下，梁继仁鲜血直流。他最终说出自己醉酒时泄露了弟弟的兵器图。当时沈度的父亲与他弟弟关系很好，沈度的父亲已经背叛了国家，梁继仁就顺势陷害了沈度的父亲。梁承仲无意中得知了这件事，于是一直勒索梁继仁要钱，所以梁继仁决定杀害自己的儿子。梁继仁还提到，沈度的父亲因通敌卖国罪被定罪，即便没有这条罪名，也难逃法网，将醉酒的男人拖回家。男人迷迷糊糊地说出了当年的地点，那是他们小时候相识的地方。没想到他还记得女人心中涌起暖流，眼眶中泪光闪烁，但随后男人却喊出了别人的名字。女人愤怒地拿床出气，不小心摔倒了，额头受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第二天早晨，沈度看到后还误以为是自己酒后行为失当。吃饭时，他想开口询问严信，连连摇头说没事。饭后，严信去了刑部，刚到门口又不小心摔了一跤。刑部的人看到他满身是伤，大家都以为他在家被打了。这件事很快在襄安城内传开，沈府的家事成为街谈巷议。弘文馆的考试临近，这是第一次不考察家事。太皇太后询问张襄，谁能担此重任？张襄推荐贤王来负责科考，但英王却反对，强烈推荐沈度来担任。张襄自然不愿意，他拿沈府后宅的纷争来作为理由。最后太皇太后表示要再深思熟虑。严信从沈府出来，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结果是严采薇。严采薇和韩郎君一起回来了，但他不敢回家，只好躲在沈府外等严信。随后严信陪着严采薇回了严府，严采薇和家人团聚。但严信的母亲看到他额头的伤，也以为是沈度打的，心疼不已。这时严家老五醉醺醺的回来说，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白无常带着一队内卫冲向家里，不知道他们要抓谁，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很快一队侍卫抵达严家，沈度也到了现场。严信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采薇以为沈度是因为他逃婚来的，沈度知道那人是严采薇后，立刻命令把他带走。严信还没来得及说话，沈度又命令把他也带走。严家老五站出来为家人辩解，沈度命令连他也一起带走。就这样，一些人莫名其妙被沈度带走了。
到了内务府，严信问沈度究竟要做什么，沈度没给回答，而是问严采薇韩世元在哪里。原来在弘文馆的一个偏井里发现了一具学子的尸体，韩世元成了主要嫌疑人。严采薇不信韩世元会杀人，他也不知道韩世元到底在哪里。随后严信和沈度一行人前往弘文馆寻找韩世元的下落。严信在馆内四处打听，有学子说最后一次看到韩世元是在5月初7的晚上，他告别同学后就离开了。晚上回到沈府，严信在审阅笔录，觉得哪里不对劲，沈度也觉得证据太完美了。严信也有同样的想法，人证和物证过于完美，反而显得刻意。他担心证据可能是假的，指着证据让沈度看。沈度走过来，拿走了证物，坐在自己的床上。严信跟着沈度，直接坐到了他的床上。沈度觉得他离自己太近，严信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分析案情。5月初7是严信和沈度的结婚纪念日。严信提到5月初6，他的三姐和韩世元已经离城。严信开玩笑说：“谁会嫁给你这个白无常？”这话一出，两人都觉得尴尬，气氛突然间变得僵硬。沈度生气地说：“这么委屈，那你也离开吧。”严信说好，我走。说完，他就一个人离开了，留下沈度一个人伤心沉思。严信去了鬼市，他在一个皮影戏摊位遇到了潘池。潘池原来是严信的笔友，他们本来约好了见面，但因为严信突然有事，就先走了，没见成面。严信觉得潘池是个有趣的人，于是主动跟他聊了起来。当时他们都没认出对方，严信向他请教怎样能让屋里没人，而屋外的人却以为看到了他。第二天，严信去内务府找沈度，说他找到了证据，韩世元是清白的，并邀请沈度晚上一起去弘仁馆，让他当场抓凶手。